我们怎么来看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的这个事情啊？那这段教导其实有很大的争议哈。他说不允许女人讲道，并且要求女人要一味的顺服。那你知道现在这个不管是平权主义哈、女权主义啊，在中国教会的处境也都很难接受，很多时候哈。那有些教会就很这个持守女人不能讲道的原则哈，无法接受女性的这个讲道，或是女牧师啊这些。那那个当然是不同的宗派，它有不同的神学体系哈，怎么来看？今天我其实是想更多从这个经文的背景来着手来看啊，就是保罗在当时写的这段处境哈，就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情？我们给我们一些反思啊。那首先你要知道，保罗在写作的时候其实是会跟当时文化互动的啊，因为提摩太当时是在以弗所牧会。而以弗所我们刚刚讲到了哈，那个是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的宗教中心，有着最宏伟的亚底米的神庙，那是世界不说了吗？这个七大建筑之一，对不对？就那个那是当时最大的一个神庙，就是所有人去到那里，都得去这个看这个神庙。那么保罗就一定会针对以弗所当时的文化处境，所以以弗所人都是敬拜亚底米的。那在使徒行传19章35节就讲到，以弗所就是守护亚底米神庙的一个城市。而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也被民众指控过，说你藐视你的女神亚底米，对不对？所以保罗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就必定会针对这个以弗所的偶像，就好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会针对我们文化当中的偶像一样。那亚底米呢，她是希腊的月亮女神，她有很多的头衔。他的头衔比如说救主，还有呢就这个 Savior， 还有大哉 Great。 所以你看在使徒行传19章28节34节，以弗所人都喊什么大哉以弗所的亚底米啊，这个大哉就是他的头衔。那同时还有什么头衔呢？就是这个奥秘Mystery， 还有敬虔这些都是描述这个亚底米的。你看到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当中有很多次跟亚底米进行对比，就是让人们知道说耶和华神才是真神你看在提摩太前书第1章，保罗就警告当事人不要传异教。那在以弗所，那你不要传异教，那很可能就是指亚底米，因为那是以弗所最大的宗教。第2章呢，保罗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说他是唯一的主到了第3章，保罗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他说什么大哉敬虔的奥秘。这是不是很熟悉？这3件事情都是分别对应了亚底米的3个头衔，而保罗却把这3个头衔是应用在哪里呢？基督身上，不是亚底米。所以你看，他有特别跟亚底米做一个对比。然后你看，在第2章里面讲这个女人讲道的问题呢，也跟亚底米的宗教信仰有关系。因为亚底米女神在当时被称为女性的恩主，就是女性的施恩者。这个在路加福音22章25节，我们之前有讲过施恩者的事情，对不对？这个 benefactor 讲到这个整个罗马的一个经济结构体制，他们是恩主，对吧？那所以服务亚底米女神的那些人呢，都是女性领袖，他们有女祭司，有女大祭司，他们都穿着非常华丽的衣服，非常的富有。他们退休了以后，还会在神庙当中领到一大笔退休金。所以在当时的以弗所，服务亚底米的人都是非常有钱的，包括那些卖亚底米神龛的人。所以你看，使徒行传19章24节，为什么这些人不喜欢保罗？他就说你来了以后，我们的生意都受到影响了，是不是？你影响我们生意所以他们是以服务亚底米为谋生的一群人。所以保罗就说呢，女人不要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做装饰是不是？他为什么这样讲呢？你说你现在姐妹们有没有编发、戴黄金或戴珍珠穿贵的衣服？有是不是？不是说没有，对不对？那保罗为什么说你们不要以这些衣服，不要穿这些衣服呢？那因为呢，这很可能暗示，因为当时的亚底米的女祭司、女大祭司，她们就是穿着华丽的衣服在神庙献祭讲道，并且把自己当成施恩者。可是我们的恩主只有一位，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很可能出于这个原因来警告当时的在以弗所的教会的这些女性的领袖
你们不要像亚迪米的女祭司一样。你想那些拜亚迪米的这些偶像的人，他们去到神庙里面，看到那些女祭司、女大祭司穿着黄金，对吧？穿着豪华的衣服，在那上面讲道。然后他来到这个神庙对面街对面，刚刚开了一家教会，是不是？来了之后发现里面也是这些姐妹穿着华丽的衣服，带着金银宝石，然后在上面讲道。你会觉得这些人会怎么想？他们可能会误解嘛，对吧？就是觉得说，那你们是不是跟这个亚迪米的女神的这个崇拜是一样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保罗不允许他们讲道，不要像就是他的意思是你不要像亚迪米的这些女祭司一样。这个很可能是一个针对当时处境的一个警告。还有最后你发现保罗说，在生产上得救这个很有意思，怎么突然提到生孩子的事情了？这个好像跟上文没有关系，生孩子跟信仰的关系，对吧？但其实这里很可能也是保罗跟亚迪米的信仰的一个对比，因为在当时的以弗所就是有这个亚迪米的诗篇就他们会念这个亚迪米的诗篇。亚迪米被称为保护女性生产的神，所以亚迪米的诗篇里面就提到说，如果你生产的时候很痛苦，你可以向我祷告，我是保护女性生产的神。所以保罗可能也在这里对比，就是说那个让你在生产上得救的不是亚迪米，而是基督，我们所信的神，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教导有很多地方，第1章、第2章、第3章都是在跟当时的文化互动，尤其是针对当时以弗所亚迪米的信仰。所以保罗透过这个对比让我们看到说就是说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独一的恩主，我们要依赖耶稣基督，而不是异教的偶像。其实这个你能理解，就是说我们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是佛教徒，你会对比说耶稣跟释迦牟尼，对不对嘛？让他意识到说耶稣才是真正的真理，释迦牟尼只是大彻大悟的人。你会做对比，让他知道说他信的跟基督的差距是什么。所以当时保罗提到这个女性领袖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女祭司亚迪米女祭司的影响力，她们穿着华丽的衣服在神庙讲道，所以保罗希望教会当中的姐妹要跟她们有分别，所以才不允许她们穿黄金贵重的衣服来炫耀，也不许她们讲道那这个很可能是就是保罗给提摩太的这个教导当中就是提醒他在以弗所牧会所会面临的挑战，该怎么样去回应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简单给大家提供一些历史背景。那究竟女人可不可以讲道，可不可以有女祭司呢？我相信这个女牧师呢，那这个其实是这个不同的教会的传统和神学的看法那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但是我对这个议题呢，我其实是保持开放态度的所以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促进化的问题，不是一个绝对化的问题咱们教会也是这种传统只是张老师他现实情况就是，你比如在我们教会里边呢，是只有单身的人能够全职。那面临一个情况就是弟兄和姐妹，就是相对而言呢，因为教会对于所有成家弟兄姐妹都没有圣光的供应，只有单身的人你能够全职。通常来说呢，你看教会我们这个整个体系来说呢，单华北一地最多的时候呢，全职的人有2000人左右，就是同一届有2000人左右。但是到今天留下来的人呢，可能就是整个华北加起来，就是老一代人留下来的可能是10几个人不到，而且是除了一个弟兄无一例外都是姐妹。就是对于弟兄来说，成家基本上是一个必然，但是姐妹不成家，这样的话，教会的最高的领导这个教会的无一例外都是姐妹。当清一色姐妹我说如果有例外的话可以，但是清一色姐妹的时候呢，这个教会的问题就非常非常很难任何的变革任何东西，因为姐妹们她们第一反应就是呢，不是说没有魄力的，但是第一反应就是说，咱们不要去改变这个旧代传下来的任何东西，都不要做出改变。所以我认为不是说不可以有姐妹做领袖，但是清一色是有姐妹做领袖的话，这个教会就很大很大的问题了。你们只有单身可以服侍，是因为经济的问题吗？它是传统，从家庭教会的传统来说呢，因为
我猜测可能还有一个权力交接的问题，因为他避免这个一个人呢在一个地方教会做大，因为人们对这个全职的人的高抬到一个地步，是要比今天的牧师的身份高得多，相当于主教的身份。到了各地之后呢，你比如说我侍奉讲道十几年，但是如果有个年轻的姐妹，她说我要全职，她出来之后呢，就可以对我指责，甚至要能够有权柄停了我的讲道。不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跟他比如观念不一致，他就有权利停了你的讲道。这是一个家长制，这个家长指导团队制过渡下的，他像那个主教一样。哦，所以这种情况下是面临的难处。这些经文我不许女人讲到呢，我们也他们讲那个这个有历史背景，但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反问了一句，就是我们可否因为这句话有历史背景而认为保罗在这里什么都没有说？保罗说不许您讲，他一定有他的原因的，有历史背景，但除了历史背景之外呢，圣经有不变的经义在其中，他肯定是包括在别处呢。他说女人应该谦卑顺服，做出一些见证等等，要蒙头显出他天使的顺服的记号等等。我们会说呢，你不能够因为有历史背景就认为这句话什么都没有说。我是想从这个角度，姜老师所讲的做另外一个补充。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就补充，就说，这个如果我们刚刚看到保罗所针对的这个处境哈，那因为保罗不是绝对禁止女人服侍，因为他在很多地方都夸奖教会的姐妹就是说很合适心意在服侍，甚至他也讲到，如果姐妹要有姐妹要讲道或怎么样，他也有提出一些指导，所以他并不是否认这件事情。但是他教导的核心就像你说是没有变的，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施恩者，我们来炫耀我们的身份啊、财富啊、地位啊。那我们作为这个传道人，其实是属灵的领袖，其实是大家的仆人，对吧？我们被呼召做领袖，不是去得到人的服侍，而是去服侍人，就像你说要谦卑，对吧？要顺服。那这些核心肯定都是没有变的，只是说在这个文化当中的表现形式可能会不一样。对，那你们是因为是大团队嘛，所以说有这种传统是吧？是你们是哪个团队啊？生命之道。生命之道。你们还要 OK 门 OK。头吗？姐妹还要门头？生命之道。你们的姐妹还要门头是吗？要对姐妹称呼呢叫主的使女，甚至最新的称呼改成仆人使女了，或者是这个对，非常非常的这个它很难改变。你看。教会不是没有钱财，我们当地我所知道的，我所管理的钱财很多的，但是这个钱财呢一直放在那里没用，我们就是觉得说应该来供应这些能够全职服侍的，尤其成了家的这种的。但是你实际的问题就是说呢，姐妹们，尤其是可能因为他生命之道分好几个大区，在华北这个大区里边，就是在我们当地，是很难让成了家的人在全职的。这个难。可能就是各方面的原因，因为还有一个就是姐妹们作为教会的领袖呢，清一色都是姐妹作为教会领袖的时候，她很难做一个开创性的事工，因为这个没有先例，因为家庭教会老一辈都是农村种地的出身的，教会一有事情呢，就把锄头往地里丢，骑上自行车就去了。农村的话呢，你就今天不锄地，你也有收成，但在城市里，你今天不工作，你今天就没得吃。所以他有这样一个传统，所以到家庭教会走入城市中呢，还是用家庭教会的这种思维来去做城市的施工。我觉得这是，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不得不看重保罗所留下的经文，我们不是要推翻这些姐妹们，我们只是说呢，不能够因为这些历史原因啊，就完全忽视。所以在教会清一色有姐妹，而且单身的姐妹来领导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对教会来说。不能说用灾难来表示，但是确实很难做一些改变性的施工。我们尊重姐妹们，但是这个确实很难，很为难。老师，我觉得他这里是不是应该要平衡去看圣经？因为其实我们教会是改革中的，而且是牧者持守的是保守的互补主义的这种看法。他认为姐妹是不能做任何跟你教导，像女牧师肯定不可能，女教师也不可能。然后那个教导的都不行，除非说姐妹教导儿童。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是要平衡呢？不过今天这个讲的这个历史背景，我还是觉得，对我来说会有多一点的思考，因为我以前看的像麦克阿瑟牧师他们讲的那种。他都是从这个什么创造的这个视角去看，说这个是创造的时候先造亚当，后造夏娃，夏娃又跌倒等等，从这个角度去，从互补主义的角度去讲姐妹不可以讲道的。但我一直都很困惑，因为从原文里面其实他也没有特别的很明显说这里是禁止姐妹不可以讲任何的话语的事工。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吧，好像那里面有讲到姐妹你要祷告啊。讲到，当然那个词不是这个词啊，那个词是不是教导这个词？那个词是说预言的那个词。姐妹头，所以好像有些就是没有办法统一起来。对我这个姐妹，其实我觉得神呼召我，然后给我恩赐装备，其实是在话语上面服侍。所以对我在一个改革中的姐妹里面，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是蛮多的挑战的。对，所以这个经文来说，而且我听过，也有改革中内部好像也有不同的牧师，比如说林慈信牧师，他认为姐妹是可以讲道，只是你不要做领袖，如果我没有记错，你不要做主任牧师。但唐牧师好像也 open 一点，但是有些像麦克斯牧师，他们就绝对反对姐妹来做这个话语的，不论什么场合都不可以。所以其实是蛮多这种处境性的这种冲突，或者是应用上面的一些挑战的。对，其实大家讲了那么多，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促进化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化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不是说适用于所有文化、所有时代、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女性不能讲道，就这一点不是一个这种标准化的。那这个和我们讲这个很多绝对的东西是明显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那不同的处境里面，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保罗甚至面对不同的教会，他为什么让哥林多教会女性门头，没有让以弗所的女性门头呢？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标准化的东西，它是一个跟时代有关，同时跟处境有关的一个话题啊，所以这个就不能把它绝对化我是这样看的。对，我发表点意见。所以它是对不起所以它这个是典范性而不是规范性的这种。对，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规范性的。对，梁老师你请说。发表点意见，并有一个问题就我觉得就是这个关于讲道的这个事情，关于就是说就是姐妹讲道和弟兄讲道的事情，我觉得我本人倾向于第一要考虑创造性的视角。这个是第一位的，我认为。其次，那你说要平衡，那么处境性怎么运用，这里边才在这种情形下再讨论。我认为是，不然的话，那你想上帝为什么这么创造呢？这是第一。第二姜老师你懂很多语文就是外语那我请问你就是说当然首先我说汉语，比如说如果女牧师她的老公你称什么？叫什么名字为妥？解决这个问题，对吧？然后我不知道西方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些方面你比我经验多。英文怎么称的？希伯来文怎么称的？希腊文怎么称的？就怎么称呼？我们都知道，牧师，男的牧师，女的我们称师母。那么如果是女牧师，你称她师公吗？对不对？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请注意，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语言上它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或者说是带有典范性可以接受的一个称呼呢？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英文怎么称呼？然后那个就是西方的那是凡是你能了解的。对，中文我知道，女牧师我没办法称呼她丈夫。就这是我特别注意一点的，因为我这个语文我还是比较清楚，就是汉语自己那怎么称呼他？对，我觉得这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女人能讲到跟这个圣职是两回事情。因为在圣职讲到这个长老们的时候那的确都是用的阳性的，就是这个男性的就是说他没有提这个有女的长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应该有女的长老，那牧师也是在这个长老当中嘛，对吧？其实不应该有女牧师的，对，因为这个职分呢，在初代教会一开始设立的时候，他就没有设立啊。那我相信这个不仅是促进的问题，同时也是这个就是说有神的这个启示在当中。那你说这个，但是并不代表说就是说女人不能讲道哈，就是说她不做牧师和她能不能讲道是两回事情啊，对吧？所以这就是杨老师刚刚提到的，我们没有这个就西方他们其实也不那么看重这个圣职，所以他们称为这个师母，他们就是 pastor's wife， 就是牧师的妻子。那个如果是个女牧师，就是pastor's husband， 就是牧师的丈夫，就是这样。他们是这样称呼，他们没有一个好像专有的一个名词来称呼师母，或者是称呼这个假如说是女牧师哈，她的这个丈夫。那这个也是在文化当中的问题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那我个人的神学立场就是，我相信这个牧师这个长老只是他应该是这个男性的，但是并不代表说姐妹不能讲道或者不能有话语的这个服侍这是两回事，对吧？那你说有些很这个特别的一些情况尤其是讲到这个选立这个就是牧职的时候那他圣职的时候那他是什么样的标准来怎么选，然后怎么这个所谓我们的使徒统序，对吧？那这个其实是很tricky 的地方因为新教你就会看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宗派，这么多有女牧师也有女长老什么样的情况乱七八糟都有因为大家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了，就自从宗教改革以后那你就已经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丧失了这种合法性，所以就教会就自立门派，自己给自己按了嘛，就是这样。对，那这也是一个问题说实话。对，所以最近呢，其实你如果观察一个细节其实有这个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西方一直在报道，就是现在有上百万的这个新教的，包括这个传道人、牧师还有信徒转向天主教，包括一些这个很重要的一些新教的一些的神学家转回天主教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对，就是有些时候你追根问底的时候，你说你凭什么是可以做牧师呢？不管男女我就说你凭什么可以做牧师？谁可以案例你你凭什么会能够被案例呢？你的权柄从哪里来，是吧？然后他说那其他牧师的权柄从哪里来？那你追到最后你发现那这个就是我们这群人自己搞的，是吧？又回到了这个当中，回到我们自己的圈子里面，回到我们这个小池塘当中但是你再往上追溯，你追溯不到了，不像人家天主教可以追溯到保罗彼得，是吧？那就不一样，是吧？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我们要想的问题那我并不是我自己个人的这个神学立场的，当然是就像跟姐妹说，我们也是这个改革宗长老会的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在学神学的时候是要更多看其他不同的这个光谱看看别人的这个形态而不是只是唯我独尊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强项，我们的弱势对，我就讲到这不然的话以后不能在这教书了，是吧？我们这边连姐妹做组长都不可以的，只要有弟兄在，所以他是非常保守的互补主义。但冉老师刚刚说那个情况，对不起，那个冉老师刚刚说那个老师，如果说是姐妹做老师，那职业上来说也有女老师的，那女老师的丈夫怎么称呼呢？我们都称呼男老师的妻子叫师娘，我觉得这个不能够作为这个证据，这个文化的这个东西。你可以去杭弟兄那边你去他们那边不就好了吗？是吧？你去他们那边你去服侍。做领袖，对吧？你做领袖嘛，是吧？我接受改革中的神学，所以我不在牧者的权下，只是我对这些经文的解释，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我要是去福音派，我也可以做领袖，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这没那么重要，神学的这个根基还有圣经更重要。是，感谢主。你刚才说到那个天主教的回归天主教的这个事情，我也有注意到其实
也很关心纽曼和切斯特顿他们为什么回去。对，因为我明年要在教会讲基督教、新教和东正教的一个主日学的系列。对，要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要怎么处理？为什么有些人回天主教，又为什么有些人回东正教，是吧？对，是这样的事情，这是必须要处理的，不能不面对，是吧？这是第一。第二呢，我回应一下，就是说刚才于姐妹说的啊，像我们呢，因为姜老师也是我们这个系统去的啊，对不对？他是非常了解的，因为我们小组是可以带的，还是可以，小组是可以的。对，小组是可以，而且我们有副执事是有姐妹嘛，对，小组是可以带的。我们曾经有一段就是我们的一个副执事在带，然后呢，我觉得啊，就是这个里边其实，我说一点就是天主教就是为什么回归啊，有回归，我觉得就是实在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这个示范性影响太大了，你懂我意思吧？就是选女的。对，因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们就是安利甘宗和天主教的很多方面相似度其实很高，但是他居然出现一个坎特伯雷大主教当女牧师，这个对于整个新教影响是极其巨大的，这个还要持续发酵。他当然，你看安利甘宗他整个因为这个事情，他其实出现极大的分裂，极大的分裂，我在网络上看啊，但是其实他对其他宗派、其他新教宗派也很有影响，你懂吧？对，因为他们和天主教本来在很多外在礼仪上哈，在有些地方，它是比较相似的，是吧？对，所以说这个恐怕这个原因现在变得越来越突出啊，我补充，好，谢谢。对，谢谢。对，于姐妹，你是在哪个教会服侍啊？你在哪边服侍？我在广州，我们牧者威敏毕业的，但他比较保守。我懂了。OK。对，威敏毕业的啊。懂了。对所以呢，我们连主日祷告什么饭食祷告都是弟兄的，姐妹就是姐妹也挺好，可以安息在这个弟兄的这个带领里面。对，但是对我来说是有挑战，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恩赐跟装备其实还是跟话语有关的，所以在服侍跟牧者讨论的时候，对，所以这个会有一些张力吧。不过我觉得我更看重的是圣经怎么说，对，然后只是说在一个教会，既然委身在这边，就服在牧者的权下，是这样子尽可能平衡吧。对，慢慢先装备嘛，是吧？先把华西毕业再说啊。对，老师，顺便我想再提一下，昨天你讲的那个保罗新观啊，他其实是不是有点像这种像神学上的立场，他其实没有成为一个所谓的保罗新观派，就是可能各个宗派里面都有持守这个部分的神学立场的人，就有点像灵恩派一样，都已经到各个宗派都有这种思想在里面，是这种吗？它不是一个派，是因为它只是纯学术的一个理论，所以说它只是在学术界里面会讨论这些话题，他没有说你讲到这些派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在这个教会的层面，已经到这个会众层面了，对，所以他还没有到那个也不会到那个层面，对，所以这个就是你研究神学、学神学，可能和这个实际的牧会哈，这个事工的现场的之间的这个差距就在这里，对，所以对，它不会那么大的影响到整个教会的这个运作，会众的这个认识比较少，对，大部分是在学术圈子里面，对。那它有没有影响改革宗圈子里面的一些的神学家？神学家里面肯定都是有影响的，尤其是研究保罗的，我不说了嘛，只要研究保罗的都逃不过保罗新观，所以说他肯定都会受到影响。对，这也是这个保罗新观他厉害的地方，他是带来了一个颠覆性的一个范式啊，就是说以前人研究保罗从来没往这方面想过啊，从这个EP昌史之后，大家就不得不都得从这个角度来想啊。就是这个意思，对，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看一些就算是改革宗内部的一些神学家的作品的时候，也是要留意他们有没有对他们一定会互动的，
负面影响了。对，他们一定会互动，一定会说，就是有的可能就是批判嘛，对吧？有的可能接受，但不管怎么样，他一定要处理保罗新冠的问题啊，就他不能不谈。如果你不谈，你在学术圈的如果不谈这个，就研究保罗哈啊，就好像你啊这个研究物理你不谈这个爱因斯坦一样，你懂我意思吧？就是虽然很多比如说牛顿、爱因斯坦，它里面有些这个有些相矛盾的地方哈，但是你不可能跳过他们，就这个意思。就如果你跳过了，就表明你还是你根本还是外行，是这个意思。对，所以他不一定赞同保罗新冠，但他一定要谈论这个东西，他一定要去面对这个东西啊，因为后续很多的保罗的视频都是从那个影响当中建立起来的，你不去处理那个问题，你没办法对话啊，就这个意思。对 ，OK，对，好的，谢谢老师。是，其实这个呢，我也觉得就是它是一时的学术啊，走势一时的风气啊，一时的风气。其实以后会不会完全可能不谈它？你相不相信？可以。说这件事情啊，就像我昨天说，就是高等批判、低等批判是吧？现在很多人已经根本都不说他，连神学家都不说是吧？有的时候处理，对不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风气，因为研究学问的人，他首先一定要拿点新的东西出来，明白吗？对。做任何一件事情，前提就是我一定要有新的。但是对于慕会的人来说，要非常忌讳新的，对，明白吧？对，同样的，你慕会的时候哈，你自己，比如说你在讲台上，凡是容易引起混乱和争执的，你都要最大限度的避免，因为会众你是服侍会众的，不是在那儿展示说哦这个事情我想得很清楚，那个事情我想得很明白。但是你讲得清楚明白，下面混乱了，明白吗？对。但是其实这一点哈，就是神学家和牧师之间是有张力的，这绝不简单。一个好的神学家和一个好的牧师并不完全等同。对，是的，杨老师提到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你知道，就像高等批判哈，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还是去讲高等批判一些东西，大家可能都不甩你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已经解决了，这个东西你再讲，就表明你还不懂，因为大家已经。这个东西已经不是问题，保罗新冠的问题就是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些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说大家说你一定要提这个问题。但是也许就像冉老师说的，以后也许这个问题解决了，有新的可能一些范式出现的话，可能大家就觉得这个也没有必要再提了，因为已经解决了。对，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啊，就是说神学就是在不断，所以说神学是在不断发展的，就是这样啊。我以前很难理解，我说神学怎么还在发展呢？后来才明白哈，很多人产生的这些理论，就是这样，它更新换代啊，然后去发展啊，搞来搞去，最后你发现又回到原点哈，也有这种可能。